比特币新的多头开启了吗？我加仓了以太坊的多单，这波回调是否足够充分 ？Solana 和瑞波币的 ETF 通过之后能涨到哪里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目前比特币的盘面，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目前非常有可能走的就是日线级别的调整。那这种调整结构呢，我们在过去也发现过很多次了，而且呢，他们都走出了非常类似的样子。你可以看到呢，如果回到日线上它通常会在这个震荡的区间内呢，先往上来把流动性猎取完之后呢，让很多想做多的人在这次的突破当中追进去之后，然后我们再往下，再把下方的流动性给猎取掉，让这些做多的人呢，该止损的止损，该爆仓的爆仓，并且往下测试的过程也可以把很多现货不坚定的筹码呢给逼出来。那像这种手法我们在过去其实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我们可以再往前看比如说我们在更前面的调整区间呢，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先往上把流动性猎取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往下把我们止损给打掉，然后把很多现货给逼出来，把筹码给逼出来。那我们在更前面呢，其实也是如此的我们原本有一个区间，那在这个区间内呢，我们先往上进行一个失败的突破之后，然后再往下把流动性给猎取，之后我们就直接开启了上涨那我们在过去这几次呢，区间突破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经历了失败的假跌破之后，我们到了后面呢，我们的 K 线它都变得非常的强势，并且是伴随着量能的上涨在过去的几次呢，其实都不例外包括我们在上一次也是如此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你可以发现我们目前以 K 线来说的话，其实已经表现得很强势了。我们从底部呢一直到现在呢，已经是拉涨了11、12个百分点那我们目前的价位其实离前高点呢，也已经并不会差距到太多了。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基本上每轮牛市，由于它的市场环境比较接近呢，它所做的调整手法呢也会比较相近像我们这3次的调整手法呢，就都很类似。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往前到了上一轮牛市的话，我们过去呢都是透过这种一次性的这种暴跌呢，然后来把杠杆给清出去。因为在上一轮牛市呢，还没有 ETF 的资金所以在市场上面的杠杆的资金、衍生品的资金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在市场当中呢，就出现过很多次这种样子的调整。不过到了我们这轮牛市呢，我们大多数都是比较小的区间做震荡，然后往上往下来去做测试。那我们在过去呢，也看过了很多次这种假跌破的操作或者是说失败的跌破。你可以看呢，我们上一个很大的区间周线级别的调整，它大概是在55000左右作为底部的支撑。不过呢，它还是去做了一个失败的跌破那这种失败的跌破呢，会把很多现货不坚定的筹码呢给逼出来，然后也会把很多太高杠杆的或者仓位开太大的人呢，来把他们给逼出市场那我们后面上涨的过程呢，市场更干净了之后，上涨才会比较顺利。那像这种失败的跌破然后来开启一段上涨在过去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我们再把级别缩小一点有人会说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走出一个头肩顶呢？其实这种头肩顶并不是我们看着图表然后把相似的这种形态呢画上去，那这个形态就是成立的我们要看形态是否成立呢，重要的是一些条件尤其是过滤的条件。那有很多呢是需要透过交易然后才能累积出经验的。不过最基本的按照教科书上的呢，我们这种头肩顶量能它也必须符合规范通常这种头肩顶呢，我们要看到的量能就是量能在头部的位置达到最高然后我们在后面再慢慢下去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量能呢走的不是这种状况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头肩顶那你还可以看到呢，我们在下破的时候这个颈线的位置它也没有放出很大的空头量能，我们是收了针。那像形态呢，它还没有在确认之前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确认它的有效性。那我会认为呢，我们这里走的就并不是一个头肩顶的形态。目前呢，我们正在往上来测试了趋势线
其实这里它不能被称之为趋势线因为趋势线我们必须要有3个接触点，不过这里只有2个接触点。那目前呢，这一条由上面2个点所连的线它虽然不是趋势线，但它也可以来标示着我们这波下跌的趋势。如果说呢，我们接下来直接把这条趋势线直接把这条辅助线它给突破了，那我们就一定没有空头趋势。那如果说我们这条辅助线可以被突破的话，我也会认为可以直接宣告我们的多头呢是已经开启了，我们下一段的多头是已经开启了。那如果我们还在受这条趋势线的压制的话，那就代表我们这段的空头趋势，这段的调整结构呢，它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可以看到昨天 ETF 的数据，昨天是流出了2亿美金，这个流出量呢，在比特币上面其实并不算多。那以太坊的话也是有略微的流出但也并不多。那已经是我们连续4天的流出了。其实我们在流出的时候呢，那代表我们在调整通常在这种时候呢，我们才会有比较好的价位可以去入手，比如说加仓一些现货，甚至有人可能会加仓一些合约等等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了流入潮，尤其是巨量的流入潮，那么我们多头趋势就已经开启了，而且是最狂暴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我们要确认这波上涨趋势开启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在 ETF 上面看到连续巨量的流入潮来做配合的。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500美金的仓位，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优惠而且呢，现在还有送免费的空头活动，你可以直接卖掉，然后可以直接提币走，这是没问题的。我在前几天这1-2天呢，我有把我的以太坊的币本位多单加了仓，加仓的位置大概是在3000左右也不能算到最底吧，不过我自己还算是满意的。你看我之前在1月4号的时候，在3000左右呢，我加仓了25000美金价值的以太坊多单，然后又在大概3000左右这里3200左右这里又加了25000美金，所以我目前所持有的仓位呢，就是175,000美金的以太坊多单。那其实这也是我之前想开的仓位我自己开的仓位呢，其实都是固定的，因为我做的趋势波段等等，它的周期是一定的那只要我的这套交易系统它可以是稳定盈利的，那我的仓位只要开的是一样的那即使中间有一些亏损长期下来也会是稳定盈利的。虽然说这波趋势我自己是比较看好不过我还是坚守着纪律，我还是开着我自己原本预期的大约是50万美金的仓位。那你可以看到呢，我的入场价跟之前是差不了太多，因为我加仓的位置呢还算是在原本的入场价附近。那在过去的这一段下跌当中呢，虽然说我持有的是多单但我们做的这一段多单我们看的是日线级别的趋势。那我认为目前日线级别的趋势呢是没有被消失的没有宣告消失，也没有宣告失败那这波调整呢，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调整非常正常那我认为我们在回调的过程呢，我们该如何保持持仓的心态该如何保持稳健的心态，才是我认为真的很有价值的，真的值得可以和大家分享了，而不是我们行情走出去了之后，然后单子晒出来有赚钱的很厉害。我认为这样的价值呢，反而是比较低的反而是在整个交易的过程比如说我们在开仓的过程然后下跌回调的过程，然后我们加仓的过程，然后后面上涨的过程，然后平仓获利的过程，我认为保持稳健的心态，然后还有纪律，那分享给各位，这样才会是比较有价值、比较有帮助的。好，那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合约不过我认为在做合约的过程我在做现货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更来得得心应手好，那我们再回到一些数据上吧。我们这一波的调整是否充分了呢？我认为这波的调整以日线级别来说，其实已经足够了，已经够充分了，已经足够把市场的情绪给压制下去了。这个是比特币的 short term holder 的 SOP short term holder 短期持有者呢，在每张图表的定义都不一样不过如果没有特别讲，那就是155天以内的持有者，也就是在5个月以内买比特币的人
那我们研究它的 SOP 就是他们卖出比特币的时候，他们是获利的还是亏损的？如果说小于1，那就是亏损的；如果大于1，那就是获利的哦。那如果我们要选择加仓买现货的话，或者可能成为阶段性底部的位置呢，都要是短期持有者他们在亏损卖出的时候。那长期持有者我们就不多做讨论哦，因为长期持有者他们卖出的时候都会是盈利的。比如说我们当时在19000的时候，短期持有者他是亏损卖出的，25000也是亏损卖出的，38000也是亏损卖出的。你可以发现哦，这些价位呢，它都形成了阶段性的底部，而且上涨之后呢，它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而 SOP 他们最低的位置是当时在49000，那就可见49000当时是非常非常好的低点。那我们现在呢，短期持有者的 SOP 也来到负值了，那就表示我们这里呢非常有可能去形成阶段性的底部。而且短期持有者会面临亏损就代表市场的情绪呢已经获得修正了。如果短期持有者他们是亏损的，那就会把很多短期持有者给赶跑只留下长期的持有者，那盘面呢就会变得更加稳定了。我们还可以看到下一个数据，也就是交易量的数据。如果说市场很活跃，情绪很亢奋的话，那我们会看到交易量疯狂的增长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过往在10万左右的时候，或者说加速上涨我们从67000一直到108000的这一段呢，交易量是非常显著的增加了，可见市场的情绪呢很疯狂了。不过经历了这一波下跌之后呢，我们目前的交易量已经恢复到了之前上涨前的水准了，也就是获得了足够的修正。那在这里呢，我们取的是热点的币种比如说迷因币、王者狗狗，还有 AI 板块的就是 NEAR 这个是很指标性的。然后 Layer 1主链上面我们就拿比特币当做指标的标的。那 Layer 2的话这种扩充的我们就拿 Matic。在这些板块上面呢，我们都取最主要的币种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趋势。那可见市场的情绪它的调整呢是很充分我们这波的下跌呢也已经达成了它的效果。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是长期持有者和短期持有者他们手中筹码的比例。在牛市上涨的过程呢，长期持有者他就会开始逐渐抛售卖给短期持有者，让短期持有者来做接盘那当这种现象呢发生到极限的时候我们牛市的顶部其实也就出现了。你可以发现呢，这些长期持有者他们在贩卖筹码的过程呢，他们是渐进的，也就是他们在上涨的过程其实就逐渐卖掉了。那我们目前呢，其实比较危险因为我们目前这些长期持有者他卖出手中筹码的比例呢，是在历史上非常非常高的位置不过这个时候就可以代表顶部达到了吗？我们可以换下一张图我们可以从过往来去复盘基本上呢，这些长期持有者他们卖出手中筹码的比例来到最高的时候，它也不会是最顶峰但也已经离顶峰呢也真的是慢慢接近了。这些长期持有者他们卖完的时候常常会形成最高点，而不是卖最多卖最快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是卖最多卖最快的时候，所以我们还会有一段的上涨的过程可以来给我们把握。不过对于比特币来说也会是比较后期的这种涨幅了。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新闻Solana 和瑞波币呢是在我们这轮牛市唯二有可能去通过 ETF 而且吃到我们这轮牛市红利的两个币种。那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 Solana， 我自己除了比特币和以太坊之外的持仓呢也只有 Solana。 不过 Solana 占我总体的比例其实也是很低很低的比例。那瑞波币虽然说它的 ETF 有可能通过不过我对它是有点成见因为上一轮牛市发生了一些问题你可以看到呢，我们在今年从 Polymarket 上面下注来看Solana 和瑞波币 ETF 在今年被通过的几率呢都是非常高的基本上都在70%以上虽然说下注的金额还不到很多但可见市场上面对于 Solana 和瑞波币 ETF 要通过的预期呢其实是很高的。而且川普就任之后呢，会为美国创造一个更加对加密货币友好的监管环境。
过去民主党拜登在执政的时候啊，对于加密货币呢都是很抑制的，而且监管非常的严格啊。你可以看到，对于瑞波币的起诉，还有起诉了币安、赵长鹏等等的，甚至起诉了 Coinbase 可见他们的监管力度非常严格那如果川普上任之后呢，这种环境其实就会被改变。摩根大通他也预测呢 ，Solana 和瑞波币他们的 ETP 是什么呢？其实，在加密货币来看的话，ETP 和 ETF 他们的差距不会到太大ETF 的原文是 Exchange Traded Fund， 那 ETP 是 Exchange Traded Products 那其实，在加密货币上面这两者并不会差距到太多你可以理解成大约是一样的那非常有可能瑞波币和 Solana 的资金在 ETF 上面超过了现货的以太坊那为什么是前6个月呢？因为 Solana 和瑞波币 ETF 要被审批通过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离我们这轮牛市周期要结束，只剩下没几个月了可能大概也就是半年左右6个月。那摩根大通他指出Solana 非常有可能在 ETF 吸引30亿到60亿美元的净资产那瑞波币呢会吸引40亿到80亿我个人是持有了 Solana， 所以我自己是比较注意 Solana 的。那瑞波币的话，大家可以去自行去推算。我相信我们频道有一些瑞波币的 holder那我们拿 Solana 来做计算30亿到60亿美元，大约是多少的资金量可以让 Solana 涨多少，并且来到多少的目标价位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比特币你可以看看比特币的话，它目前所吸引的资金是357亿的净流入357亿。那 Solana 如果可以吸引30亿到60亿那我们取多一点我们比如说取个50亿好算一点的数值那大约是比特币的1/7比特币的1/7流入可是你要知道Solana 它流入了比特币的1/7的资金，可是 Solana 的市值很小Solana 的流动性是相比于比特币不充足很多的。那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有大量的资金涌入就会对价格造成疯狂的挤压，而造成上涨你可以看到呢，目前比特币的市值大概是1.8个 trillion， 那 Solana 的市值呢就小了非常多那 Solana 的市值大概是比特币的1/20。如果说 Solana 的市值是比特币的1/20，流入的资金是比特币的1/7，那 Solana 可以造成的上涨就是比特币的3倍，就是比特币的3倍。那比特币自从 ETF 通过之后上涨了多少呢？我们可以来做简单的观察我们之前比特币 ETF 通过的时候呢，大约是在44000左右这个位置那我们一直到现在呢，也有着翻倍多的涨幅也就是2倍。那如果 Solana 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翻3倍的话，也就是 Solana 它会从现在的$200 ETF 资金流入之后呢，可以涨5-6倍。比较保守来估计的话，就是5-6倍。那$200的5-6倍基本上就可以来到4位数，也就是破$1000可能在$1000到$1200之间如果根据摩根大通对流入资金的预测的话，那 Solana 的话呢我自己没有持有我自己对它也很有成见，没什么兴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算算看而且在这一轮牛市当中呢 ，ETF 的资金是非常关键的在过往是没有 ETF 的资金的，都只有 USDT 传统加密货币的资金。不过当时比特币被推出的时候这一小段时间ETF 的投资就占了新增投资的 75%， 也就是新加入加密货币市场的资金呢 ETF 就占了75个百分点的资金所以 ETF 或许目前在加密货币当中它的份额还是比较少的，但是 ETF 的资金呢占了新进投资非常高的比重所以我们在考虑市场的增长的时候呢 ETF 是绝对不可以忽略的不过呢，这些预测都是基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资金流入来去做推算的。那实际的情况呢，还要根据当时的市场状况来去做一些修正。那山寨币呢，其实也是比较不稳定的所以对于 ETF 资金流入回报表现等等的预测呢，都会比
比特币还有以太坊要来得更困难哦。那这里有谈到哦，如果 Solana 和 Ripple 币都申请了 ETF 之后，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山寨币获得 ETF 通过呢？你可以看到啊，深度有限的代币呢是比较难推出 ETP 啊，也就是类似 ETF 的产品哦。那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啊，基本上现在呢有通过 ETF 或可能通过 ETF， 他们的市值啊都是在最前面的。那市值比较大呢，流动性就会比较充足哦。你可以看到呢，比特币、以太坊、瑞波币，然后还有 Solana。但其实啊，瑞波币还有 Solana， 其实也就是在可能通过 ETF 之后，他们的市值呢才上升到这样子的阶段啊。那可见啊，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哦，我认为都有互相影响。那如果说是排名比较后面的代币呢，他们要通过 ETF， 其实就会很困难哦。那 SEC 什么时候会正式通过 Solana 还有瑞波币的 ETF 呢？他们会在1月就做出初步的决定哦。那我们之前其实也有针对 deadline 时间表也已经有给各位分享过了。像 Solana 的话呢，他们会在1月就进行第一次的审批。不过根据 SEC 过往的习惯他们都不会在第一次审批的时候就宣告通过，他们都是拖到了最后一刻。像比特币、以太坊都是这个样子的，他们都是拖到最后一刻所以我会认为呢，即使 Solana 的 ETF 要过，也会拖到最后的8月初左右，我们才会正式收到 Solana 通过的消息。不过在这个时间段呢，我相信 SEC 按照过往的例子他们都会释放出很多的消息，然后慢慢让大家接受 Solana ETF 它要通过 ETF 这件事情那最后呢，我会认为在这轮牛市里面既然比特币的上涨，它有非常多的资金是取决于 ETF 资金的流入那在这轮牛市的山寨币呢，也会有很大的变动如果说在这轮牛市没有受到传统金融认可，没有通过 ETF 的山寨币呢，它吸引资金的管道呢，就会和比特币完全不同。那资金不流通的情况下呢，这些没有受到传统金融认可的山寨币，它非常有可能就会有非常多的山寨币被淘汰，只会有为数不多的少数的几个山寨币，它的表现呢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要挑选出这些山寨币呢，其实就会比较困难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呢是把我的投资集中在比特币还有以太坊上面我是说现货的部分甚至我是有一些场外还有场内的杠杆的。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